这是一部神奇的国产剧，冷兵器五花八门，武功一板一眼，以为是武侠剧，却蹦出个黄金圣斗士。金身法相，特效华丽，以为是仙侠剧，却出现了潜艇、飞车、移动城堡，就连磁暴线圈都冒出来了。寻思咱们国产剧终于有自己的蒸汽朋克了，结果情节画风突变，告诉我主角其实是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秘密武器。圣子，你今日所受种种试炼，皆为成就来日不朽之业。谁都没有想到，我居然上头了！什么叫每集有一半是打戏的特效盛宴？什么叫布局层层嵌套的人均套娃？什么叫禁欲系佛子配妖娆女魔头的禁忌虐恋？什么叫美强惨和疯逼黑月光的相爱相杀？尤其是最近更新的副本碧落宫，极致斗、视效斗法于一体，各路群像大放异彩。水浪吟的故事并不复杂，说是10年前江湖上冒出个大反派一雀阴阳，企图用能让人功力大增的慢性毒药一统江湖。7位顶尖高手在天都峰和他鏖战，付出了半数伤亡的代价，才终于拼死了魔头，还武林一个太平。7位高手中，周地楼楼主方舟冠绝群雄，被誉为武林第一高手。此处书中暗表，这一雀阴阳其实是域外天人境派出的秘密武器，企图侵略人界，掠夺资源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外星人侵略地球吗？被地球7大高手联手击败后，外星人又企图训练出战斗力更强、摸得感情的2号超级武器，却在战斗中重伤失忆，跌落地球，恰好被方舟给捡走了。尽管这位失忆的少年有着一拳阴阳同款额印金童，怎么看都不像好人，但是方舟非但没将他扼杀在襁褓中，还将他带回周地楼收养。看过《龙珠》的肯定都懂，这失忆少年就是小时候的卡卡罗特，方舟就是悟饭爷爷。千载逢无力，断行旧日词。方舟给他取名唐李慈，教他读书写字、弹琴学武，希望他能向上向善。就在这住下吧，今后这周地楼就是你的家。他2人再加上2师兄兼医生刘演，3师兄兼厨子傅主梅，4人并称周地楼4子，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然而方舟在大战中受了内伤，熬了几年，实在撑不住了。唐李慈只好和他共修往生谱，这往生谱是唐李慈的外挂之一，运转起来生生不息，自愈能力堪比金刚狼，区区致命伤贴个创可贴就好了。没想到练功出了岔子，方舟为了保护唐李慈，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功法反噬，命悬一线。无奈之下，唐李慈只好挖出了方舟的心脏，放进自己体内温养。方舟的尸体则用金冠封存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复活。但是2师兄刘演看到的却是唐李慈袭击方舟，并亲手挖出了对方的心脏，所以得出结论，唐李慈就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觉得吧，主要刘演学的是中医，玩了半辈子蛊虫，突然有这么先进的器官移植和人体冷冻技术进入中原，他一时半会儿的肯定很难接受。4年前，刘演为了给方舟报仇，假意找唐李慈叙旧，暗中给他下蛊，将他打成重伤。这封侯的一剑让故人变成了敌人，兄弟情就像那根断掉的笛子，非但吹不出往日的旋律，锋利的断面还会刺痛人心。往生谱被刘演抢走一半，金刚狼唐李慈变成了人刚狠，自愈能力大打折扣，再加上方舟的心脏在他体内消耗着他的心血，导致唐李慈功力大损，寿命更是只剩下1年。他躲在金叶寺，一边养伤，一边寻找复活方舟的办法。刘演则处心积虑想再杀唐李慈一次，不光要他身死，更要他社死。刘演凭借高强的医术和蛊毒，重现了当年一拳阴阳祸乱江湖的邪丸星鬼九星丸。服药者功力倍增，却会迅速成瘾，要是一顿不吃，我浑身难受。如果长期停用，那服药者甚至会爆体而亡。刘演借此加入邪教风流殿，成为尊主，号令4方宫，势力盘根错节，深埋江湖各个角落。但是刘演的复仇方式很别致，他亲自易容成唐李慈，一边散布邪丸，一边满世界的乱杀人，既想把唐李慈的名声搞臭，让所有人看到你的真面目，又想让唐李慈意识到自己是天煞孤星，走到哪儿就会有灾祸。要我说，你费那劲干嘛？直接易容成唐李慈当街拉屎，从都城一路拉到碧落宫，他的名声肯定臭了，道心也破碎了。地虎属4了。
面对刘演处心积虑的布局，唐丽丝却是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毕竟论战力，他是天下第一；论智力，他算无一策；论势力，他是当朝国舅爷；论财力，他是富可敌国的万乔斋主人。唐丽丝一出山就破解了豪府灭门案，深挖花溪双侠命案的背后隐情，和雁门化敌为友，揪出暗中传播邪丸的风流店势力。剑王城副本，唐丽丝把和风流店勾结的于气凤像臭狗一样玩耍，体验智力和武力的双重碾压。你已经入魔了，迷途知返了。又被他撞到。正道领军门派中原剑会，请普度众生的普度大师出山，查明一切骚乱的真相。本该被调查的唐丽慈却与之对赌，在不伤及无辜百姓的前提下，查出了风流店的据点和大量与之勾结的门派。最后更是利用赌约，逼普助出手保护民众，输掉赌局，为下一步计划做铺垫，也让普助走上了吃一堑再吃一堑，换个人再吃一堑，每次打赌都要输的不归路。不如我与先生再做一个赌约。什么约定？正所谓得道者多助，唐丽丝的画舫仿佛路飞的黄金梅里号，一路上收集各种小伙伴，也让这部剧从大男主爽剧变成了人设立体的群像剧。第一个上贼船的是天上云池云，自称是黑道大佬，实则就是人形萨摩耶。池云他忠诚，为了找到失踪的未婚妻白素车，不惜和神秘组织落魄13楼做交易，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小命。后来发现白素车加入了风流店，也依然不离不弃，希望将对方拉回正道。不管你现在发生什么，今天我都要带你走。池云被唐丽丝哄骗，欠了卖身契，本该糊弄了事，借机逃跑。可面对前7大高手做成的傀儡，他也敢护在身前。池云他开朗，唐狐狸虐我千百遍，我却待他如初见。生气不过2个分镜，就能自己把自己哄好了。说我不配跟你当朋友，谁稀罕跟你当朋友似的？难道你是在口是心非？在担心我？还有第一杀手沈狼魂，其实是个面冷心热的大好人，混熟了当场转职讲冷笑话的幼稚鬼，施展逆杀术，只为让池云吊凳。生气了？但他也背负血海深仇，只是因为眼神和唐丽丝很像，却被刘演打成重伤，给妻子求来的续命丸也被毁。当妻子在他怀里离世，对刘演的恨也刻骨铭心，仇人在他眼角纹的印记，时刻提醒着沈狼魂牢记仇恨。根本有考公和入伍打算的小伙伴避雷这个刘演，他发疯乱给人纹身。短暂同行的中原剑会堂主钟春季，三观正，肠子直，如果一定要有人乳腺结节，那一定不是我。作为人生信条，管你是江湖大佬还是宗门高层，有仇当场就跟你报了。我在救护疏散百姓，而你们又在哪里？晚辈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你作为堂堂剑主，竟能说出如此狭隘偏颇之话，世人会以为我们中原剑会是什么地方？前中期女主阿水的戏份太少，性格不够突出，存在感弱，但她的智商高达18个池云，胆大到敢去劝丧子的雁门门主，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跟着唐丽慈，绝对有问题。期待后期她白切黑的大反转。还有些没上传的，比如剑法高强、不苟言笑，却是个超级路痴的城岛主，出场帅不过3秒，吃货属性拉满的老顽童雪线子。这群面人的互动，既疏解了主线的压抑，也增加了本剧的看点。是的，太飒了！小美人，方才那一幕是本山人见你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故意逗你们开心而精心准备的，逼真吗？求求导演，以后别让白树演傻子了，实在不像演的。故事进行到这一步，唐丽丝为了拯救百姓，暴露了金头额印，被误认为是一阙阴阳的传人，遭到了正派中原剑会的通缉，一时间陷入正邪两道的包围。这下唐丽丝终于紧张了，她紧张地干起了探店吃播，主角团是一路走一路吃，一路碾压接到通缉令的江湖豪侠，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碧落宫。他的原主人是前朝国师，由天下第一偃师建造，规模堪比一座城池，阵法守护之下固若金汤。
当年国师好心举荐了一拳阴阳，却被对方背刺，不得不将碧落宫搬到了这冰天雪地。这碧落宫非但不能庇护唐丽慈，反而是整个江湖最想除掉他的势力之一。前面提过，唐丽慈将方舟的尸体放在金棺里冰冻，而这口棺材原本属于已经离世的上一任碧落宫公主，也就是现任公主的亲爹。你给人亲爹棺材偷了，现在却跑来寻求庇护，在你头上拉屎，还要问你要纸，这你能忍得了吗？哎，碧落宫的公主忍了，具体为啥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唐丽慈引来中原剑会和风流殿在宫门前对峙，迫使隐世不出的碧落宫卷入这场江湖纷争，强迫碧落宫公主权衡利弊，在风流殿和中原剑会之间选一边结盟。正道的中原剑会这边派出了程岛主和他的师弟，反派风流殿这边派出了东公主福翠和西公主西方桃，看似势均力敌，实则剑会必胜。只要先生放在下离开，唐某便会想办法引荐中原剑会与碧落宫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没错，唐丽慈和通缉他的中原剑会是同一阵营。尽管唐丽慈被怀疑是一拳阴阳的传人，但朴珠深谙一个道理：评价一个人，别看他说什么，而看他都做了什么。所以毫不迟疑地相信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匡扶正义的唐丽慈。而中原剑会虽然不是铁板一块，迂腐懦弱的老登比比皆是，好在首领少剑主智商在线，思路清晰，非但没有被流言的布局影响，也没有被虚假的民意裹挟，还将计就计，配合唐丽慈演戏。他发布通缉令是为了引开同样在追杀唐丽慈的风流殿，派去追捕唐丽慈的程岛主其实是联盟碧落宫的使者，甚至准备请唐丽慈当剑会的客卿长老，连宿舍都给人准备好了。而唐丽慈投桃报李，他一路造声势当吃播，就是为了引出风流殿在沿途的有生力量，让朴珠趁机带人突袭据点，减少中原剑会的损伤。眼下，为了选出盟友，碧落宫公主定下了3条规则：第一，碧落宫内不能杀人；第二，被巡逻队发现动物会被关禁闭；第三，明天公主会选一方召见。双方很快就发现了滑点，只要不被巡逻队发现，就能随便动武了，守住己方，俘虏对方，剩下的人多的那方就是赢家。在沈郎魂、逆影术的帮助下，唐丽慈宛如开了外挂，哪个房间里住着哪些人，哪条路上有巡逻队，全都了如指掌。很快就俘虏了风流殿的东公主福翠，而西公主西方桃也不甘示弱。唐丽慈评价他心机不在流眼之下，这一晚他果然大放异彩，老实人程岛主可倒了大霉。你做什么？唐娥剑，好人就是这么老实。太造次了。拿到了剑会结盟的信物，西方桃又利用白素车这个未婚妻制服天真的池云，还在白素车身上留下自己的胭脂，用气味引开最强战力唐丽慈。最后西方桃引蛇出洞，勾出了擅长隐匿的沈郎魂，本以为这波稳了，殊不知自己才是上钩的鱼，终归是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木头铃铛，是时候了。中原剑会这方大获全胜，可没想到公主居然两边下注，权衡剑会和风流殿的筹码。剑会许之以虚无缥缈的正义，而风流殿愿让出江湖的1/3，看着的确很诱人。可只有唐丽慈知道碧落宫真正的野心，因为当年她偷棺材的时候，发现老公主的尸体根本就不在金棺里，而是另外冷冻了，不回故土，绝不下葬。据此推测，碧落宫有回归中原、落叶归根的想法。现任公主更是野心勃勃，想带着碧落宫回归朝堂，重登国师之位。这么相信体制，她不是我的山东老乡。在唐丽慈的撮合下，最终碧落宫和剑会达成同盟，将风流殿赶了出去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刘演还有后手。所谓的碧落宫智斗，不过是他为攻城战拖延时间的战术。他早就请来了天下第2演术师，驾驶变形金刚攻击大阵，又有西方桃在阵中指点阵眼的方位。碧落宫即将沦陷，就连公主所在的操作台都被击落。关键时刻，咱们的外星终极兵器黄金圣斗士独揽全局高光的主角，终于用双若灼出手了。只见他跳起公主临时传授的禳星之舞，启动操作台的神识，让破碎的浮空岛恢复如初。
见攻城无望，刘演终于急了，亲自出手拦住唐丽辞。时隔4年，这对挚友宿敌终于正面对决，最终鹿死水手。他们之间的误会能否解除？师兄方舟还有复活的可能吗？剧情刚刚过半，真正的大 boss 还没登场，究竟是神秘的班主鬼牡丹，还是天人境的外星人？对后续剧情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追剧。这部剧的优点显而易见，那就是华丽。人物从妆容到服饰，全都在贴合角色的基础上，把华丽做到了极致，却因此被部分观众质疑有点用力过猛。唐丽辞的装备也是全剧最多的，而且都有配套的功法，击鼓银镯，能攻能守，飘红重灵，看命混天绫。师兄送他的新月来归和被斩断的铜笛，释放银沙弓，杀人于无形。配角们也都各有特色。斩狼魂擅长隐匿，长期穿着贴身黑衣，武器是一把能伸缩的细剑，从黑暗中刺出，让人难逃戒网。神人的轻功天下第一，武器也是走清流路线的一环渡月，如臂食指，分合有心。这一对五花八门的武器和神功，一旦对拼起来，那是相当养眼。要说有啥不足，像是某些视效大场面，人物抠图感有点严重，不过影响不大。剧情部分刚刚也说了，人均套娃导致剧情也是一环又一环。当你以为一切了然于心，剧情就会突然反转，呈现截然不同的样貌。就比如最让我唏嘘的花期双侠江澄和风传香，最初以为是兄弟反目，风传香给江澄投毒，后来风传香出现，似乎是风流店在搞鬼，最后真相大白，才发现这是一场由意外酿成的悲剧。其实他们的谥号早就已经预示了命运。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，我们曾是这样好的朋友。前半句描绘两人的隐居地榴莲小筑，芦花飘荡，月光如水，又暗含两人的名字。最终江澄毒发身亡于芦花地，风传香重伤失于花溪山。月光碎裂，预示关系破裂。江澄直到暴体而亡，都没能原谅好友，一切都源于风传香的善意。原来他发现江澄早就被人下毒后，没有选择坦白真相，为了控制他体内的毒性，也只能继续少量的投喂新规酒心丸，帮好友续命的同时，试图独自查出真相，却被江澄撞见下毒，导致二人误会加深。而后半句金凤一剑去，雁行十里川，则是两人的死亡判词。江澄毒发入魔，重创风传香，风传香身受重伤，担心江澄内疚，便独自离开，在花溪山深处悄然离世。而失去这段记忆的江澄，误以为风传香是畏罪潜逃，不惜用邪丸续命，也要找到好友问清真相，却沦为了风流店杀人灭口的工具，最终在唐丽辞面前毒发身亡。唐公子，我想找到传香，问他为什么害我？明明是生死相交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他们的关系也对应了唐丽辞与刘演的矛盾，善意的隐瞒真相只会导致悲剧，把话说开反而有转机。希望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不要走上花期双侠的老路吧。此外，本剧剧情方面也存在一点小问题，比如主角的高光有点多，每次都是他来救场，盖过了大部分配角，观众容易审美疲劳。也正是因为主角过于无敌，破局特别轻松惬意，导致观众缺了一点像剥洋葱一样，历经千难万险才破解缺错的快感。当然，要是你带入的是赤云，那确实还是挺难的。什么？另一方面，主角能这么顺利，也和刘演有关。他对唐丽辞的感情很复杂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他就像突然发现爱朵黑料脱坑回踩的粉头，如果要揭穿其真面目，就连他的周边都不放过。这狐狸纸鸢象征福和利，你要不要买一个？这重阳节啊，最适合放纸鸢了。放？我怎么可能放了呢？防下塔，放下水。剧里发疯还不够，甚至追到了微博评论区，真是好敬业的演员。但是多年的情分，却让刘演怀有一丝侥幸，万一我看到的是假的呢？因此每一处布局都留有余地，折腾到最后才发现，元气大伤的反而是风流店。大哥，你不会是卧底吧？总之，如果你在期待一部视效拉满、剧情烧脑但不难懂、反转一个接一个的新剧，如果你的生活压力很大，急需一部唐里带刀的爽虐剧释放压力，不妨试一试《水龙吟》，一旦看进去了，还真是欲罢不能。如果这些视频都不能拉你入坑，现在芒果 TV 前2集免费看，湖南卫视也在播，不妨去试试看。今天就说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